新手养多肉容易踩坑，建议提前避开，少犯错误。多肉植物圈子经常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入肉坑深似海，从此钱包是路人。现在养多肉植物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不过很多新手朋友总是养不了几天，肉就死掉了。自己在买多肉之前也提前恶补了很多养护经验，什么控水、晒太阳、施肥，都是按照大家说的做的呀。为什么多肉还是死掉了呢？其实多肉植物并不难养，有时候养不好它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水平不行，很可能是自己太心急了所导致。新手养多肉很容易犯7大误区，如果合理的改正过来，相信很快就会把肉养好的。大家好，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本期我们分享给新上路的肉友一些误区。1. 上来就挑贵的好看的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们养多肉也是因为看到了它的美才去养，而很多新手朋友从一开始就喜欢挑价格贵的多肉来养。通常来说，价格贵的多肉一般分为2种，一种是本身就比较稀少，或者出了某种可遇不可求的状态，或者是非常难繁殖的物以稀为贵；另一种就是本来比较普通的品种，在卖家的手中养出了比较美的状态，品相好了，价格自然也就高了。像第一种物以稀为贵的多肉，很多都是几百甚至上千的价格，这对于一些土豪肉友来说可能并不是事儿，但是这类贵货稀少的原因通常本就是比较难养，又加上新手并没有太多经验，结局往往就是自己白花了钱，而多肉也没存活。而像第二种因为状态好而贵的多肉，我们要知道的是，多肉出状态之后并不是永久性的，而是会随着养护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从卖家手中到自己手中，多肉的养护环境变化很大，而对于新手来说，本来就缺乏经验，多肉的好状态极难维持，10之8九是会回退甚至徒长的。所以说，新手肉友不要太心急，不要一开始就只挑贵的好看的多肉养，建议我们出养多肉的时候，挑一些比较便宜皮实又好繁殖的品种，等到积累了足够经验再去养贵货。而在挑品相的时候，主要看它的根是否健康发达，品相是否端庄周正，至于出不出状态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毕竟回到自己家还要从头养起。2. 刚上盆就大太阳控水。相信大部分新手肉友在养多肉之前都会做足功课，知道不能犯一些浇水太频繁等低级错误，也知道控阳可以让肉出状态，于是买回来就开始虐，一上盆就使劲的晒太阳控水，谁知道多肉连还魂都没有就直接先去了。这其实也是因为太心急而所犯的误区，多肉到手上盆之后，相当于换了一个环境，如果刚刚上盆就马上晒太阳控水，多肉植物很容易僵苗，新根无法顺利发出，植株无法从外界吸收养分，等把自己体内有限的营养消耗殆尽之后，也就一命呜呼了。所以新上盆的多肉植物一定不要心急去让它马上出状态，而是先需要经过一段适应环境的浮盆期，在这段浮盆期内，我们让肉待在通风阴凉的环境中，不要强光直射，而且要尽量保持盆土微潮，只有这样肉才能快速地发出新根，等到新根生出再养3个月左右，等根系变得发达之后再去控养出状态也不迟。3. 把多肉放在屋里。相信有一部分上班族的肉友是因为偶尔见到了多肉植物的美丽，从而一时心血来潮把它们买回来，然后当做普通绿植放到办公桌上的电脑旁边，想让它们时刻陪伴自己的，然而却发现没多久它们就从原来憨憨胖胖的样子直接变成了细长瘦弱的豆芽菜。其实多肉植物是不适合放在室内的，因为它们最喜欢晒太阳，没有阳光它们就会徒长，所以如果你想放在电脑旁边的话，可以说是永远都养不好。多肉植物最适合的就是在室外，光照好、通风好的地方露天养护，如果没有露养条件的话，在室内也要放在窗边等采光好的地方。4. 没事就浇水。在家里的时候，我们能深深地体会到有一种饿叫妈妈觉得你饿，而同样的，作为一个肉友来说，有一种缺水叫你觉得多肉缺水。
喜欢没事就给花草浇水，可谓是很多花友的通病。每当看到盆土一干，就有一种莫名的焦虑，总要看着盆土湿漉漉的才安心。然而对于多肉植物来说，是非常不喜水的。如果盆土一直湿漉漉的，情况稍微好点的会导致肉土长变瘦，严重点的就会因为盆土长期积水而导致肉烂根死亡。所以对于多肉植物，我们一定要管住手，不要有事没事就总想着浇水。它的耐旱能力其实非常强，每次等到最底部的叶片变软之后再浇才是最合适的。少浇水反而会让多肉植物长得更胖。5. 用原土养多肉。很多肉友第一次买回多肉的时候，直接把卖家送的土扔了，然后用原土给它们上了盆，结果没过几天，肉埋在土中的部分就完全腐烂了。第一次养多肉以失败告终，原因是用原土基本是养不活多肉的，即便成活也长不大更长不胖。多肉植物喜欢的是疏松透气且排水性好的盆土，一般70%的颗粒土加30%的椰糠或者泥炭来配置最好。如果自己不会配土，也可以买多肉时直接让店里装好盆再带回来。6. 胡乱施肥。有的肉友属于急性子，见到肉一直长不大，就觉得它是缺少营养，从而开始胡乱施肥。而其实大多数多肉植物的生长速度都非常慢，这本身就是它的特性。如果为此而胡乱给它施肥的话，很容易导致它徒长或者烧根。比如给多肉植物施用大量氮肥，会导致它出现徒长的情况。更有甚者的是，如果听信网上一些所谓多肉高手说的各种自制营养水，很有可能直接导致肉死亡。其实多肉植物并不是特别喜肥的植物，高手们可以只依靠合理的浇水就能让多肉植物长胖变美。当然，合理的施肥对肉的生长肯定是有利的，但是一定注意要薄肥勤施，建议可以每隔1个月左右在盆土表面撒7-10粒缓释肥。缓释肥可以随着每次浇水缓慢释放肥力，对多肉植物来说非常安全。7. 迷信各种小窍门。还有一种肉友，为了养多肉可谓是煞费苦心，总是喜欢从网上看一些所谓的养多肉小窍门，然后自己用到肉身上，比如什么胡萝卜汁上色、洋葱汁上色，什么土长养老妆等等，把本来十分健康的肉折磨得死去活来。其实这也是典型的因为太心急而所犯下的误区。太心急想让多肉赶紧上色，于是给它浇洋葱汁、胡萝卜汁，殊不知肉根本就无法从根系吸收到这些物质，反而还会因为浇了这些未发酵的汁水，然后在盆土中发酵而产生大量的热量和真菌，导致肉烧根烂根。而太心急让多肉植物出老桩，先让它徒长之后再露叶子，最后只能得到一根细长弯曲的绿杆子，歪歪扭扭的，和真正的老桩有着天壤之别。所以我们在养护过程中千万不要太心急，而去采取什么所谓技巧和捷径。多肉植物上色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控水、晒太阳和大温差这3要素，而想要养成老桩，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太心急是做不来的。总结，新手养多肉植物，很多情况下肉死掉并不是因为你的水平不行，而是太心急而犯了7个误区。今天我帮大家整理好了，希望大家要记住，不要太心急，注意方法，你就等着收获多肉吧。希望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帮助，内容出于我个人经验和请教花农这里，如果有不专业的地方，欢迎指正批评，并留下宝贵经验分享给更多肉友。如果喜欢觉得还不错的话，希望订阅并转发给更多需要的朋友。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